2025年5月即重磅发布6代机 F-47的 PPT 后，伟大正确的特朗普大统领再度宣布了一项宏伟蓝图，决定对 F-35进行升级，配备双引擎，并命名为 F-55，因为他不喜欢一个引擎。就在同一天空军参谋长公布了美国6代机 F-47的计划指标，作战半径、隐形能力均遥遥领先 F-22和 F-35。27号，海军再传佳音，星座级护卫舰的项目 CEO 兼滨海战备舰负责人之一，曾担任海军研究采购的助理部长被撤职。对的，他真叫史密斯啊！嗨，看来不出一期6代机不行了，再不讲等老美项目黄了再报丧，你们该说是我克的了啊！大家好，我是差点把这期做成不要笑挑战的星辰。是的，最近各国开始对先进战机摩拳擦掌，比如刚刚斩获天涯6:0的印度批准了自研5代机，研发10年，总成本17.6亿美元。而由英国、日本、意大利共研的6代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新模型也高调亮相。要说最牛的，还得说把精力放军事上的川宝，除了虚空6代 F-47双发 F-55，他还要把 F-22战机升级成超级 F-22，甚至人已经开始跟日本首相打电话推销6代机了。但有一说一，吹牛逼谁不会呀？我还说我能拳打燕三脚踢马鼠呢。就你这 CG 动画版第6代风味战机，能不能先把模型搞出来跟弹鹰坐一桌啊？什么弹鹰的6代机 PPT 已经批了一堆击落图标，幻想用模型枪挑东大6代机了？好吧，那当我没说啊。转发加3连，这就是6代机，听美利坚说。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s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world's first 6th-generation fighter jet. Trump announced that Boeing will build this F-47 fighter jet. Airplanes are always so expensive, aren't they? $2 trillion program for the F-35, the F-22, 20 years of overruns and corruptions and mistakes, and sounds cool, but it's going to be a huge boondoggle. 1,800 pilot shortage across the total force as of fiscal year 24. Retention is only averaging about 40 to 50%. 47 will be the most advanced, most capable, most lethal aircraft ever built. 经常造飞机的都知道，作为蓝星最优秀的产品经理 ，PPT 创新永远的神，老美也属于百度系，擅长起大早赶晚集。早在2007年前后，美军便开始了下一代战机的新建文件夹。随后的2010年，空军又组建了6代机办公室，开始原型设计。2015年，彼时的五角大楼采购主管肯德尔正式公布第6代战斗机战略，代号 NGAD。考虑到曾经海陆空通用的 F-35被各方霍霍成了肥电，这次相当务实。下一代战机，海空军各搞一款，仅零件通用。在如此省钱、高效务实的研发氛围下，2020年，美国隆重宣布6代机原型机成功首飞了。所以，川普说的 F-47秘密试飞5年，倒也不能说错啊。美中不足的是，当年空军参谋长拒绝透露首飞的时间、地点，由哪个承包商制造，能否高超音速飞行等任何细节，属于要视频有口播，要参数有口播。4年过去了，至今只有一张真假难辨的模糊图片。当然啊，在当年那个谁敢质疑帝国天兵，谁就得掉脑袋的时代，也没人觉得不对。但呢，随后情况却逐渐诡异起来。首先从 NGAD 诞生算起，之后的10年，老美光新建文件夹就搞了仨，甚至2018年还在计划 NGAD 打穿敌国防空，掩护 B-21长途奔袭，深入敌方领土作战。等到2022年，空军突然向普惠、通用等承包商拨款9.75亿，用于下一代发动机研发。不对啊，你原型机都飞了，咋才开始搞发动机呀？真跟印度学呀！1年后 ，NGAD 正式启动竞标，这一下味儿更不对了。现在才招标，那之前飞的原型机难道是拿鞋带攒的吗？他这汽车费鞋带，你知道？攒车哦，千里之行始于鞋带。没听说过。显而易见啊，这个宣称2030年服役的6代机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竞标刚开始，根据空军向国会的报告 ，NGAD 预计每架飞机将花费数亿美元。对，你没听错，数亿。随后，竞标方之一格鲁曼主动退出，留下波音、洛马中门对狙。这边竞标还没完，2024年7月，空中部长肯德尔就宣布暂停 NGAD 研发，从零开始审查，理由包括 NGAD 的潜在对手法
发展过快，空军必须腾出400亿弥补哨兵洲际导弹的巨额超支等等。不过肯德尔也表示，我们不是要放弃6代机，而是需要重新设计来控制成本，并更好的整合无人僚机。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小提嘴啊！根据国会报告，光是从2022年到2024年的 NGAD 招标，国会就拨了51亿美刀，连个 PPT 都没搞定。现在项目开了10年，居然要重新设计。老美的6代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只是空有 PPT， 这就是成语鹰击长空的来源。就这样一路审到12月，最终空军决定将取消 NGAD 的决定权留给下届政府特朗普。好巧不巧的是，就在 NGAD 插氧气管待命的当月，某东方大国的不明飞机在成都街头遛弯时不慎曝光。这眼看苏万南索、苏北索，再这样下去要输苏霍伊了，再输法兰西，接下来没人输了。老美的解决办法呢，是格鲁曼连夜宣布 B-21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并定义为全球首款6代机。好家伙，你个 B 开头的轰炸机跟战斗机挤化带，跨性别参赛是吧？与此同时啊，危机词条更是围绕6代机上演了持续数周的赛博空战，战况相当激烈。好消息是啊，新一届恩情政府上任之初，百忙之中保留了 NGAD。坏消息是，这项重任交给了波音，一场抽象大战就此开始。2025年3月21日，在丑闻比肩绯闻、性侵伴随中心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陪同下，特朗普在白宫宣布6代机 F-47启动。按川普的意思啊，此6代机非彼6代机，东大搞的不是美国意义上的第6代战斗机，我们 F-47才是全球首款6代机，还是最具杀伤力的飞机，承包商由波音担任。波音的丰功伟绩想必大家有所耳闻，吹哨人都没了2茬了，而由他荣誉制造的佳品更是重量级。首先是2011年开始研发的 KC-46加油机，由于问题过多，延期涨价那都不叫事儿。咱们就挑一类缺陷说啊。交付当年呢，空军在验收检查时中发现飞机里有螺母、垃圾、遗落扳手等买一送 N 的小惊喜，拒收。紧接着又发现输油硬管的控制系统的也有缺陷啊，这玩意儿居然漏油。按说这倒不算严重，问题是不知道是哪个天才的设计，货舱地板锁扣会自行松脱，如果运有重装备，可能随即撞死一个幸运飞行员呢。还没完呢啊！今年2月，美国空军惊奇的发现，不对呀，新加油机外侧的副翼铰链怎么有裂纹呢？一查，您猜怎么着？跟波音767一样的老毛病。更抽象的是，已经交付的89架中有21架都有类似情况。5月好不容易重新交付，结果就在前一周，波音再传捷报，咱的视觉系统升级啊，至少要延到2027年。好消息是，视觉系统的毛病早在2017年就发现了，倒不至于死人那么严重，只不过由于设计缺陷，部分光照条件下会产生误导图像啊，导致加油时钓竿刮花受油机的隐身涂漆，进而又给史密斯专员新增一大创收点。别急，还有高手呢！致敬传奇数字化设计的 T7A 红鹰教练机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如紧急逃生系统啊不符合空军适航认证的最低安全要求，座椅软管干扰可能导致错误弹射模式，至今仍处于工程样机阶段。你别管能不能用，你就说是不是飞机吧。其实啊，这都不算啥，毕竟负责的总统专机也一视同仁，拿了39亿造了10年还在延，被特朗普一通狂喷呐。对了啊，说到设计上呢，上一次波音独立设计并中标的战机叫 P-26， 它长这样啊，美国第一架量产的全金属单翼战机，首飞于1932年。不过也不能说它没有设计能力，比如竞争5代机项目时，波音就拿出了一项极富创造力的方案——飞天蛤蟆 X-32， 准备用外观直接笑死对手。所以啊，你信波音拉胯这么久，马上能造6代机，还是信我是秦始皇啊？我有一计，请波音静听，别这么麻烦了啊！要不改个座椅加热啊？飞机启动时呢，显示屏循环播放川普照片，说是 F-55就行了。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既然波音这么拉，为啥还让他搞6代机呢？因为如今的美利坚军机领域仅剩余3家：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格鲁曼。格鲁曼要集中精力搞 B-21退出了。至于在一众合众国巨坑里相对靠谱且战机经验更丰富的洛马，他的问题啊是不仅贵还慢。更要命的是，如果啥都指望洛马，很快空军就能享受海军那种不要滚的待遇。没法子，史密斯专员吃的够多
说了，该换约翰逊专员了。加上如今的波音属于制造略有失误，民航偶有事故，延期几次反复，财报赤字无数。堂堂合众国长子，2024年净亏损118亿美元，再不奶一口啊，怕是真要挂呀。当然了，六代机是这样的，中国只要试飞就好了，美国做 PPT 要考虑的事就多了。2025年5月13日，就在大张旗鼓的启动六代机后1个多月，空军参谋长戴维在推特上更新了 F-47的最新 PPT。相比于此前的图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这次可忒好了呀，计划指标都出来了。作战半径超1000海里，飞行速度预计超2马赫，隐形能力达到隐形加加，还将配备2款作战半径超700海里的中程僚机协同作战，预计将采购185架 F-47和超1000架中程僚机。怎么说呢？我的评价是就这。除了无法证实的隐身性，这款 PPT 六代机对比完全体歼20没有任何优势。不是，现在阿美的 PPT 都这么没想象力了吗？更重磅的是，参谋长大人还宣布 F-47预计最早2025年，最晚2029年投入使用。最后他还说，美国空军将继续保持世界上速度、敏捷性和杀伤力的最佳典范。咱要不先把 PPT 统一一下啊？现在空军呢，特朗普、波音、媒体的 F-47宣传图呢，还是一人一个版本啊，连要不要装压抑都没整明白。好消息是不用纠结压抑了，因为我还查到，据空军向空天军杂志透露，3月21日公布的 F-47图片是为了迎接 NGAD 发布，由波音美术师专门扭曲飞机的特征后制作的艺术渲染图，中译中叫连 PPT 都是假的。对此，空军的解释是，我们不会在照片里透露任何信息，你得耐心等待才能看到它的真实样子。而一向大嘴巴的特朗普呢，也拒绝透露 F-47的价格，理由是怕泄密。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空军参谋长说 F-47成本略低于 F-22，我没记错的话 F-35当年也这么说呀。好，价格保密参数不详，外观扭曲，这还是当年要1小时打遍全球，搞出彬彬、朱姆、福特3件套，战恐全球的美国吗？他娘的，美利坚怎么成这样子了？虽然波音很拉胯，技术正抓瞎，董王大嘴巴，经费可劲儿花。好在困难还不止这些。4月就在 NGAD 重新启动不久，刚刚卸任的空军部长肯德尔，对，最早开始六代机项目的是他去年暂停也是他。采访中点名抨击 NGAD 项目过于草率，并发出了灵魂3问：这架飞机是否符合美国国防战略？价格合理吗？ NGAD 会消耗本就捉襟见肘的空军资金，导致其他更重要的战略事项因此暂停吗？紧接着老爷子对着川宝啪啪打脸其实2019年和2022年首飞的是实验性的演示样机，并不是生产原型机。之所以选择暂停项目，因为他发现 NGAD 前途一片灰暗，一是没钱，二是对 NGAD 有用吗产生怀疑，三是当 F-47面临某东方大国的高超武器时，甚至难以起飞。更难崩的是，原本他以为如此重大的项目怎么也得仔细审查，结果你以为要青龙慢年莫复挑，川普来了招一刀燃烧刀，光速批准，且细节和他取消时没有任何区别。这一下轮到老爷子纳闷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空军有信心重启项目呢？一旁的波音竞争对手的洛马就稍微委婉一些。洛马 CEO 在4月的公司财报会议上宣称，如果能利用下一代空中优势的技术成果改进 F-35，那么 F-35就能以 F-47战机50%的价格实现其80%的性能。高情商 F-35未来可期，低情商六代机比 F-35提升有限。其实呢，咱吐槽了半天 F-47设计和制造水平，但跟接下来这个比起来都不是重点。大声告诉我，造飞机最重要的是什么？对，造在波音拿下 F-47订单后呢，彭博社发文称，波音的问题是完成订单，而不是获得订单。据统计，目前波音共积压了5643架飞机订单，按目前进度全部完成，至少要9年。至于董王的 F-35改双发超级 F-22计划，不是川宝该不会以为给飞机加个发动机就跟往汉堡里塞肉饼一样简单吧？在川普发布这项宏伟蓝图后，当被问及 F-55和超级 F-22时，空军将质询推给了白宫，承包商洛马也只回了句感谢特朗普总统对 F-35的支持，我们将继续与政府密切合作，实现空中优势愿景。接着将问题传给白宫。就在老美空军大张
旗鼓官宣 F-47之际，5月海军的6代机项目 FAAX 刚被方长取消预算，推迟3年。其实去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FAXX 预算就从2024年度的4.5亿美元骤减到5382万美元，现在这点钱也要没了。嗨，整完这套，说实话我都信了，一言以蔽之，美国的6代机的服役时间基本是夏侯惇看路易16，一眼望不到头啊。此处我有一联，上联一语暴杀股债汇，到底谁睡？睡。下联6代计划天下惊，且听鹰吟赢。1972年载具中标，短短3年后，由麦道研发的 F-15成功首飞。1976年，首架正式列装空军，凭借卓越的气动布局、推力强劲的发动机、最先进的航电雷达，被誉为美利坚之鹰。1997年，世界首款服役5代机 F-22横空出世，他的试飞员保罗曾说：“驾驶猛禽如同手握明日科技。”他不仅是主宰，更让其他所有战机黯然失色。但谁也没想到，短短20年后却是另外一番光景。今年1月，美国空军半个月内连续发生4起坠机事故，随后海军更是8天内2架超级大黄蜂不慎坠海。3月，载具首飞4年后，那个因打歪螺丝反攻的史上最贵的 F-15EX 交付数终于达到9架，服役数量超过055，还有 F-35升级再度延期。更为严峻的是，在制造业之外，美国航空的飞行安全、空域管制、后勤维护、信息保障能力正不断萎缩。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统计，整个2024年包括民用和军机在内的航空事故共1199起，其中180起造成人员死亡。多年以后，面对千疮百孔的航空业，美利坚人民或许会想起第47届总统特朗普宣布 F-47由波音中标的那个遥远的下午。